一男一女能干嘛？当一个女人在你面前蹲下，你就要小心大事不妙，因为这不是艳福，是涉及总统死亡案的漩涡。美国总统离奇死在戒备森严的白宫中，可首席保镖却没有立马通知众人，甚至还将此事隐瞒了下来。黑哥环视一圈屋内，2杯红酒，1盒拆开的香烟，还有一对女士耳环。这说明昨晚有人进过总统房间，血迹是从阳台上出现的。总统应该是在这里抽华子时被刺杀的。黑哥发现总统的保险箱被打开了，看来杀手的目标就是这里面的重要东西。Jane, I need you to lock down and sweep the residence. No one in, no one out. What's going on? Just give me a minute. 黑哥怀疑是熟人作案，他每天天不亮就会起床，然后去白宫附近晨跑。今天明明是老白值班，可等到黑哥收拾妥当去上班时，值班的人却从老白变成了阿珍。阿珍说老白回家带辛拉什去了，黑哥便将此事放在心上。谁知一上楼，他竟看到总统惨死屋内。黑哥回想了一下总统这几天的状态，惊觉总统似乎有心事。他总在夜里点燃华子，并跟黑哥抱怨他的糟心事。That the first lady voted for the other guy last week. If true, I imagine that'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a sitting first lady voted against her own husband. 总统这段时间和妻子的关系不太好，黑哥赶紧打电话给老白，并让他立马擦干净屁股过来。紧接着，黑哥去查看了总统遇害前的监控，昨天一切正常。总统给他儿子做了意面，然后又和国家掌权人山姆聊了一下午。黑哥听不到他们聊了些什么，只能从监控中看到总统晚上带了个女人进房间，那女人是探员黑妹。总统房间的耳环就是黑妹留下的，那么黑妹会不会就是杀害总统的凶手？ Last person to see him was黑妹离开总统房间后，黑哥竟然也过来了。既然总统死前见的最后一个是他，那么现在他的嫌疑就是最大的。黑哥意识到情况对自己不利，赶紧思索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在他给总统当保镖期间，总统曾遇到过一次暗杀，那时候黑哥第一个发现杀手出现。黑哥及时把总统按在身下，并替总统挡下了一颗子弹。可此事只能证明当时的他是忠心的，不能证明现在的他是无辜的。黑哥只能让老白和他一起调查此案。凶手显然是奔着保险箱里的东西来的，但保险箱里那东西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凶手极有可能知道这个国家的秘密。老白在楼下发现了一些异常，花园里有人踩踏过，而这个位置刚好正对总统房间的阳台。再往前，地砖上多了很多泥，也许凶手在2楼杀害了总统，然后从楼上跳下来，并经过这一段路逃离现场。老白眉头紧皱。另一边，黑哥也有了新发型。在黑哥离开总统房间后，便与老白进行了交接。老白负责晚上到早上的值班，可没多久，老白就消极怠工起来，甚至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See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TV? Yeah. You can see movement from the screen, but watch. Now, it freezes. Like someone paused the TV, but he didn't pause the TV. So I checked the other cameras,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from 10:42 until 12:13, all security cameras were offline, frozen on the last image. 在老白睡着的1个多小时，有人对监控动了手脚。等到监控恢复正常时，老白刚好从沙发上醒来。监控员告诉老白，他是在监控恢复的1个小时后来上班的。在此之前留在控制台的是阿珍。不出意外的话，总统应该是在监控被动手那期间遇害的。而那个时间里，白宫只有老白和阿珍，他们2人都有嫌疑，但他们是黑哥手下。黑哥不信他们会干出谋杀总统一事，他更怀疑凶手是黑妹。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老白和阿珍一直在窃窃私语。I need you to trust me. Okay? Okay. Jane. 黑哥决定正式进行封锁，并把总统遇害的消息放出去。很快，白宫里就来了一大群人，有总统的妻子，也有国家掌权人山姆。山姆是凌驾于总统之上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是因他而诞生的。别看这里和现实中的美国差不多，可若是细节一些，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假的。鸭子是机器做的，鼓也是人工打造的。原来几年前末世即将来临，政府便联合一群顶级富豪打造了这个地下城。当时只有2万多人被选中来到了这里，黑哥也是其中一员。他虽然恨总统没让自己妻子进来，但总统死了，他心里还是难过的。于是他偷偷拿出了总统房间里的烟，这上面有一串数字。黑哥觉得这可能会是破解总统死亡之谜的重要信息。月薪10万的老头每天工作就是放鸭子，
注意看他脚下的湖其实是平面，而他手里的鸭子也只是模型。这座城市一切东西都是假的，不仅街道设施，就连天空也是如此。广告牌每天都会通知人们黎明的时间，因为天亮天黑全由人为控制。这是一座藏在地下的城市，天空的颜色由巨大的灯光决定，在网上是复杂的机械和管理人员。几年前，随着各国战争爆发，地表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大佬一起探讨解决办法。女富豪山姆表示要建造一所地下之城，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疯了，因为山姆刚刚才失去了心爱的孩子。可他们不会知道，山姆的这个想法是找了很多专业人士才得出了结论。Dig the biggest hole you can, and you get in. 当末世来临，除了躲在地底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于是山姆开始召集各大行业的精英领袖，一边筹钱一边着手进行建造。地下城要有能供人类呼吸的氧气，还得满足大家的日常需求，甚至连工作都要安排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山姆硬是凭借超能力和超广的人脉办到，因为死去的孩子喜欢木马，他就在地下城各个区域都进行了投放。可以说，地下城不仅和地表城市没有区别，甚至还比以前更加便利。山姆是这座城市的领袖，但知晓他真正身份的寥寥无几。城市需要正常运转，就得有总统。为此，他亲自挑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担任，却不料5年后，那总统竟离奇死在了白宫之中。第一个发现总统尸体的是首席保镖黑哥，所以黑哥理所当然被当成了嫌疑人。第二天，探员黑妹就带黑哥去接受测谎检测，一路上他说个不停，可黑哥不想搭理他。这黑妹是总统情人，总统死的那晚，黑妹也去过总统房间，还在里面留下了耳环。黑哥觉得黑妹才是凶手。来到测谎中心时，山姆和心理师早在这里等候多时了。他们在单向透视玻璃背后目睹全程，但黑哥十分不配合，他大声说出了黑妹的嫌疑，这让山姆不得不派心理师出马。Is a part of you happy that Cal is dead? 黑哥不懂心理师要做什么，但还是按照他的指示这么说了。能进入地下城的只有2万多人，黑哥的妻子没能进得来，他对总统抱有憎恨是正常的。如果他回答不是测谎仪，肯定要想心理师是故意在帮他。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黑哥觉得有一团迷雾笼罩着自己。总统死后，白宫保险箱里的重要东西也失踪了，那是一台笔记本，上面应该记录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黑哥不停思考谁会去拿这个笔记本，想来想去，他只想到了山姆，还没找到凶手是谁。山姆就让人对外宣布总统死讯，并且还立马提拔了一个新总统。黑哥告诉老白，他怀疑山姆才是害得前总统死亡的幕后黑手。 Something's not right with that woman. I can feel it in my gut. Our guy is gone and she's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whole thing. She's pretty much the most powerful person down here. Yeah. And I'm gonna take her down. 前几天总统在家被人杀死，他的眼眶骨折爆裂。法医鉴定后分析，凶手应该是用石头类的东西行凶的。比总统地位还高的山姆让法医鉴定 DNA， 可这里不是美国，是山姆在末世创建的地下城，医疗技术有限，最早也要1-2天才能出结果。现在的嫌疑人只有4个，一个是总统的情人黑妹，一个是总统的首席保镖黑哥，还有2个则是黑哥手下的老白和阿珍。黑哥不信老白阿珍会杀害总统，所以他去找了山姆的心理师进行询问。他总觉得心理师或许知道些什么，不然不会急切地帮他摆脱嫌疑。We met when she was utterly broken. I was an expert in grief. She thought I could help her, and she gave me an opportunity. And now you're here. And now we're here. 黑哥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问心理师山姆值不值得信任，但心理师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起了他父亲的事情。黑哥的父亲在末世前是飞行员，他一心想让黑哥继承衣钵，可黑哥只想要当探员。有段时间父子俩因为此事闹得很不愉快，直到黑哥成为总统身边的首席保镖，他的父亲才终于认可了他的职业。黑哥没有丝毫隐瞒地说出了他和父亲的事情，虽然不知道这对心理师有什么用，但看得出来心理师逐渐信任他了。他表示要告诉黑哥真相，可与此同时，老白和阿珍还在接受调查，黑妹一直紧盯着他们，毕竟总统死亡前就他们2人在值班。 Our cameras were down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so that's what we're focusing on. What are the chances of getting something off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It's a long shot, but maybe I could pull the equivalent of a digital fingerprint off the network. It's about a 10% chance I can get us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ho turned them off. 只要查出那晚是谁关了监视器，就能找到杀害总统的凶手。
看得出来老白和阿珍有些紧张。事后他们一直在偷偷谈话。阿珍问万一被人知道真相怎么办，老白笃定监控的事情查不到他们头上，可阿珍依旧很怕。2个小时后，黑妹再次找上他们2人，先是问了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She doesn't have the footage. That's true, Billy. That is very true. But we have your digital footprint. 通过数位足迹，黑妹查到了是他们进入系统关的监控。不过他们不是只在杀害总统那晚关，从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时不时关闭1-2小时监控了。黑妹对此很疑惑，难道杀人还要筹备演练这么长时间吗？ Wii tennis, actually. What the fuck is Wii Tennis? A game. A video game. 原来这2人凑在一起经常摸鱼，他们觉得地下城不会有危险，就总是擅离职守。只要关掉监控，他们不仅可以打游戏，还可以吃总统的东西，睡总统的床，甚至穿总统的衣服。这一切本该无人知晓，谁知总统竟然被人杀死了。2人的做法让黑妹和山姆一阵无语，不过这也暂时洗清了他们的嫌疑。黑哥不知道老白他们今天差点被抓，此刻他正和心理师在探讨人生。心理师告诉黑哥，现在他之所以能在地下城，是因为他选中了他。就连黑哥破格晋升为总统保镖，也是因为心理师的举荐。心理师是山姆身边的红人，所以他拥有很多权限，包括挑选能进入地下城的居民。说完这话，心理师把黑哥带进了浴室。黑哥还以为他是要干，却不料他竟然只是趁着水声的掩盖，告诉黑哥另一个秘密。I have 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He said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to him, I should find you. He said Billy Bates is dangerous. 老白究竟是什么人？此时的他车里放着把枪，眼睛却看着黑哥的女儿。难道他想要对黑哥家人下手吗？